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牛乳小方，我是在群里看到的，不过群里的朋友说配方是买的课不能公布，然后我就在网上找啊找，找出了一些蛛丝马迹，就做出来了。这个做起来我觉得还挺简单的，挺快手的，就一次发酵。如果家里有电动压面机的话，那真的太轻松了。没有压面机就跟着我手动压面吧，也不费劲。所有材料放在一起揉面，不用揉到出膜，把所有材料都揉均匀就可以了。这个面要和得软一点，如果水量少的话，最后烤完口感是比较干的，吃着会有点硬。这个小东西它的口感是在面包和馒头之间，有浓浓的奶香味儿，松软但是还挺有嚼劲儿。配方里淡奶油和奶粉是真的不建议省略，如果省略了或者换了，就没有很浓的奶香味儿了。如果实在是没有淡奶油，可以换成炼乳。如果家里有用不完的奶油奶酪，也可以加点进去，可以增加奶香味儿。把面团擀开，擀成长方形，然后给它进行3折，折完以后90度旋转，再擀开，再3折，就这样重复做5次。你们看我这个面不是和得比较软吗？那刚开始可以适当的撒一点面粉，但是也不要撒太多，因为面比较软，所以它还挺好擀的，不是很费力。擀的时候面有轻微的回缩没关系的，因为它在慢慢的形成更强韧的面筋。也可以把它90度旋转横过来擀，因为越擀越长，胳膊不够长够不着，够着费劲。这样折完以后也不用90度旋转了，再直接擀开。后边我就不怎么撒粉了，把桌子上剩余的粉抹一抹，尽量不要放太多的粉。这个面会越擀越光滑，越不粘。这个就是第5次折叠，到第5次的时候你就擀不开那么大了，因为它有很强的面筋了，它会收缩的比较厉害，也不需要擀那么大了，直接给它这样3折就好了。然后给它盖上松弛10分钟，10分钟以后就可以做最后的整形了。给它再次擀开，擀成一个长方形，厚度1.5厘米。这样就好了，差不多1.5厘米的厚度。然后把不规则的4边切掉，千万不要为这切下来的边感到惋惜啊，因为这个发酵后就是甜老面了，刚刚好。甜老面是做罗宋包的主要材料，这不就来了吗？所以我的下一个视频就是罗宋包。然后给它切成9块，你也可以再切的小一点，但是我觉得切的太小的话，烤完以后它会更干。然后放在烤盘里，放到28度的环境里去发酵就好了。也可以盖上室温发，发到1.5倍大。我是在28度发了1个小时。切下来的边我就放在这个保鲜袋里，然后给它直接放冰箱里冷藏了。到第3天的时候刚刚好，可以用它做面包。发到这样子就好了。如果你判断不好的话，你就可以给它按一下，还有轻微回弹就好了。然后在表面刷上蛋液，这个蛋液我刷的是蛋黄加牛奶，可以刷全蛋液。反正我觉得刷蛋黄加牛奶会更漂亮一点。放到烤箱的中层，上下火180度烤20分钟左右。烤到表面金黄就差不多了，出炉震一下，然后把它放在晾架上晾凉。建议凉了以后给它密封保存，然后放到第2天再吃，第2天吃味道会更好。刚烤完以后吃，外皮是脆的，但是它里边的味道还没有完全的融合在一起，吃起来味道比较淡。放到第2天吃，就感觉它那个口感呀，还有香气各方面都融合得很好。看它掰开里边组织是很绵密的，但是按着也很松软，吃起来也是松软又有嚼劲儿。感兴趣的话就试试吧。那今天就到这里啦，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一定要帮我点个赞哟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